然后天罡在我那个视频里呢，就是也是这个柯伊伯带的视频，就是问说这个彗星奇特的运动轨迹，很可能是在很远的地方有巨大的天体，但为什么没有对其他的这个星星有影响？首先彗星呢，应该说是在很遥远的地方，就比如奥尔特云或者是柯伊伯带这一带呢，有的这小的冰块吧，应该主要是冰块或者是雪团这类的。就是我这个冰是广义的冰啊，并不一定是仅仅限于水冰，包括氨形成的冰，包括这个其他的液氮啊什么的这类形成的这个也都算上。甲烷形成的冰这类也都算上，就固态的甲烷，不是液态了，是固态的甲烷。就这样的冰。然后呢，它一般实际上是更遥在为什么会进入内太阳系？实际上是就等于在太阳系之外，我们想象的应该是我们知道比邻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，但是可能在更遥远的地方还有一些恒星，这些恒星的运动的时候，它的那些引力也会扰动太阳系的这个边缘地区的这些运动天体。那受到这些扰动的天体的话，它的运动轨迹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，有一部分进入了太阳系，还有一部分可能被扰出太阳系了。而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呢，应该是只有我们，就是说只有进入太阳系的我们才能观察到，因为太小、太太暗了、太小了。另一方面呢，他们由于这些彗星，进入太阳系的这个轨道，从它进入开始，然后到被我们观测到，可能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如果要在奥尔特云的话，那最少是几百年之后我们才能观测到。这个时候，那些其他扰动它的这些天体就应该已经观测，就已经有可能就运动走了，就这个扰动就消失了。所以，我们实际上能够观测到进入太阳系的这个天体呢，就是形成彗星的这些天体，其实只是被这个引力扰动了的天体的很小的一部分，它们能够进入太阳系，然后还能够被我们观测到。所以实际上是这一个结果，而并不是说它没有对其他的星星产生影响，影响是肯定都有的，但是我们只能观测到，我们的能力只能观测到这一部分，我们能观测到的这些。